这一讲我们要谈的是古代外交史上的一例典范，特别的峰回路转、波诡云谲。作为博弈的双方，汉帝国和南越国都做出了不同凡响的表现。书接上文，南越国第三任国王赵婴齐过世，太子赵兴继位。这位赵兴生在长安，长在长安，母亲呢又是汉人，可想而知，对南越国这个祖国并没有多大的感情，甚至谈不上熟悉。眼下的南越新局面，赵兴在国内缺乏政治基础，虽然以太子身份继位，但这个太子身份纯粹是因为父亲赵婴齐偏心才给他争取来的。他在国内还有个成年的哥哥赵建德。这个时候，赵兴唯一能依靠的就是母亲鸠太后了。但鸠太后在南越也没有任何政治根基可言，而且来路不正。在南越人看来，这个卖国狐狸精只能算是赵婴齐的嫔妃。赵婴齐在南越本土早就有大家认可的老婆孩子了，所以当赵婴齐匆匆一死，鸠太后和赵兴这一对孤儿寡母很容易会陷入惶惶不可终日的心态里。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大汉使臣安国少济来了。武帝安排安国少济出使南越，显然是没有安好心的。安国少济肩负的外交使命是规劝赵兴和鸠太后像内诸侯的国君一样到长安朝觐。所谓内诸侯，就是刘姓诸侯王。假如南越王当真以内诸侯的规格到长安朝觐，就相当于改变了南越国的政治地位，从此南越国就不再是汉帝国的藩属国了。按说这倒也不是不行，但问题是汉帝国的内诸侯早已经没有慢性人了。南越国一旦成为内诸侯，将来会是什么下场，不问可知。武帝显然知道这件事的难度，所以在人力调配上可谓煞费苦心。使臣安国少济既不是朝廷重臣，也不是外交新秀，之所以被选中，只因为他是鸠太后的前男友。武帝的这张牌打的是金群牌。按说安国少济这把年纪应该也已经是娶妻生子了，但为了国家，小家是可以牺牲一下的。此去南越务求干柴烈火，死会复燃。当然外交场合毕竟需要能言善辩，这种事情就不勉强安国少济了，由专业高手中军负责。这位中军是历史上一位响当当的人物，很遗憾《资治通鉴》没有给他应有的篇幅。中军字子云，济南人，从小按学习，不但口才好，文章好，还特别的朝气蓬勃，自信满满，渴望着建功立业。18岁那年，中军入选为博士弟子，离家远赴长安。通过函谷关的时候，出入境管理员给了他一个叫虚的东西，这是一种特殊的纺织品。写完字之后呢，一分为二，一半呢留关存档，一半呢交给通关旅客。等旅客出关的时候，要拿出自己的那一半去和存档的那一半配对才行。中军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物件，问管理员是怎么回事。管理员呢为他讲解使用方法。没想到中军甩下一句大话，说大丈夫西游，将来出关的话根本用不着这东西，然后扔掉自己的那一半虚，直接走了。中军的意思是自己一去长安，必定混得风生水起，哪可能怎么样来的还怎样回去呢？后来中军果然呢做了官，拿着朝廷使节出巡郡国，在东出函谷关的时候，出入境管理员认出了他，说这位使者不就是先前那个把虚扔掉的儒生吗？汉书记载了管理员的这句感叹，原话是此使者乃前弃虚生，给后人留下了弃虚这个文化语码。继人江统的函谷关赋说中军弃虚，庸洁非容。李世民入潼关时说弃虚与怀远志，用的就是这个典故。根据汉书的记载，南越王赵兴和汉帝国缔结了和亲关系，这应该是赵兴母子呢自保之道，借汉帝国这个靠山来保障自己在南越国的平安和富贵。武帝这才要趁热打铁，让南越国内附。中军的接受委任之后，说了一句特别著名的豪言壮语，原话是这样的：愿受长缨，必期南越王而置之日阙下。意思是说自己申请随身带一根长绳子，这次去南越一定把南越王
捆来呢送到武帝脚下。可见中军很清楚武帝的意图，所以也很清楚自己这一趟出使名义上是办外交，实际上是要把南越国一口吞掉。当然站在南越的角度，肯定觉得中军就是一根搅屎棍，这种外交官和侵略军有多大区别呢？而站在汉帝国的角度，只会为中军的英雄气概所折服。请缨从此成为文化语码，在进入现代汉语之后都没有消亡。在我们熟悉的诗词和古文里边，中军请缨的典故反复出场。王勃的《滕王阁序》有无路请缨等中军之弱关，岳飞登黄鹤楼写过何日请缨提锐旅，一边直渡清河洛，千载之下读起来依然荡气回肠。现在汉帝国的使团当中，有安国少纪打奸情牌，负责搞定南越太后，由中军怀着请缨的雄心，驰骋口才，扬大汉国威。但这还不够，还有勇士魏晨等人呢打配合，撑起了使团的武力值。这依然不够，还有魏魏陆伯德吞并贵阳，意图很明显，随时可以提直劲旅越过国境线，给使团打接应。万事俱备，使团抵达南越，双方一拍即合。赵兴年纪还小，纠太后的态度自然呢格外重要。而站在纠太后的角度，让南越国成为汉帝国的内诸侯，这简直是求之不得的事情。这笔账并不难算，南越国的独立地位虽然被严重牺牲掉了，自己孤儿寡母，理论上可以控制的南越资源也会大打折扣。但如果不这样做，赵兴很可能保不住王位，将来自己两母子会一无所有。更何况安国少纪以来，旧情复燃，这场众目睽睽之下的奸情，怎么可能瞒得住呢？南越人本来呢就把纠太后当卖人，这一来更对他离心离德了。而南越人越是对纠太后离心离德，纠太后归附汉帝国的意愿就越强。3嫁5中2，事情就这么定了。大家呢约好，南越王每3年到长安朝觐一次，双方解除边关封锁，南越国内改用汉帝国的法律，南越国的高级官员由汉帝国重新册封，授以银印，中低级官员由南越王自行任命。事情办得丝滑而圆满，斜风细雨不续贵。使团并不急于回国，就留在南越国处置交接事宜。这一年里，武帝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求仙上边。听一个名叫公孙卿的江湖术士讲述皇帝骑龙上天的故事，听的是如醉如痴，留下一句名言：承德如皇帝，无逝去妻子如托喜耳。这是原文，意思是说如果自己也能有机会像皇帝一样骑龙升仙的话，那么自己抛弃老婆孩子不会有任何心理障碍，就像甩掉脚上的鞋子一样。这番话后来成为文化语码。明清易代之际，大名士吴伟业想自杀，却舍不得妻儿老小，想活下去又受不了剃发投降，各种纠结。病中填词有：托喜妻奴非易事，竟一钱不知何须说。普通人到了真想抛弃老婆孩子的时候，才知道事情哪有那么容易呀。转过年来，元鼎5年，武帝继续祭神巡游，陇七太守被搞得措手不及，担心供应不上伙食，自杀了。前1年里，因为同样的理由，已经刺杀了一位河东郡守了。再看南越那边，赵兴母子打点行囊，准备到长安朝觐。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南越的内部矛盾已经压不住了。反对派的领袖是南越国的国相吕嘉。吕嘉在南越做过3朝国相，堪称树大根深的本土顽固势力。家族里边有70多人位居要职，历来吕家男子娶公主，女儿呢嫁王子，所以论威望，赵兴母子远不能和吕家比肩。站在吕家的角度，南越居民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对汉帝国敬而远之，这才是应有的生存之道。一旦内附，自主权就拱手让人了。但老人家并不冲动，不直接和汉使翻脸，只是一直称病，不和汉使见面。私下里呢，百般劝阻赵兴母子。宋人黄庭坚的诗句“吕家不肯配银印”用的就是这个典故。这个时候，纠太后作为南越太后，相当于已经做了卖国贼，
而且把自己全副身心都交给了安国少气了。这就意味着吕家虽然对汉室虚与委蛇，但其实在打明牌。汉室对吕家盯得很紧，对这个老顽固的暗中作梗兴致洞明，只不过呢，迫于形势不方便和吕家公开翻脸。盘点一下局面，鸠太后这边烈火烹油，忙不迭地对汉室投怀送抱，卖国唯恐是后人一步。但因为吕家的缘故，始终做不出关键性的一跃。吕家呢对汉室虚与委蛇，汉室同样对吕家虚与委蛇，双方都恨不得弄死对方，但表面上硬是维持着一团和气。这个局到底能怎么破呢？我们下一讲再见。